The next station is Shibuya. Hello， 小伙伴们，欢迎回来。这期视频记录的是在东京旅行的最后4天。视频剪到现在，2025年也已经接近尾声，东京之旅也成为了今年的最后一站。旅行走到后半段，兴奋感已经逐渐褪去，剩下的反而更接近真实的感受。接下来就用今年的最后一支 Vlog 来告别2025吧。OK， 小伙伴们，今天是在东京的第7天，天气还不错，所以今天就来拍东京塔了。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是在一个过街天桥上面，等会儿要顺着正前方的这条路去赤羽桥那边。如果你也喜欢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里漫步，那东京绝对是一个 City Walk 的天堂。在这里不需要目的地，也不用提前规划路线，精致又有秩序的街道，用心设计和精心打理的建筑，以及每一栋外观都不一样的一户建，都会是一场视觉上的享受。在这座城市，每走几段路可能都会有惊喜。沿街店铺独具一格的设计，建筑空间里面色彩和灯光的搭配，各种材料的质感和运用，都会让人觉着日本的审美水平非常的在线。如果时间充足，在这里漫无目的的闲逛也是旅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现在要去一个车站外面拍列车，这个地方是动漫电影《铃芽之旅》的取景地。在等待列车出来的时候，想起了电影里的一段台词。电影里的这段话，在列车出来的这一刻，从脑海里想到，或许正是因为知道时间有限，才会在这样的地方停下脚步，认真的看一看眼前这个正在发生的真实世界。现在又来到了另外一个车站上野站，这个地方也是一个拍列车的机位。上野站位于东京的台东区，是东京北部一个非常重要的交通枢纽，新干线、JR 线、地铁都在这里交汇。在上野站的周边还有上野公园和上野动物园、东京国立博物馆和国立西洋美术馆。很多人第一次来到东京都是从这里开始的。对于很多人来说，上野站是无数旅程的起点和终点。
站在这里看着列车按时进站，又准点离开。这里每天都有大量的乘客，在某个时刻上车，又在某个时刻下车。每个人的目的地不一样，时间和节奏也不一样，只是都在自己的时间线上前行。突然意识到，我也是其中一名乘客，现在只是在这里短暂停留，记录下这一刻的流动，然后也会踏上列车，继续走入下一段路程。接下来要去的是河语桥道具街，这个地方可以拍到天空树。河语桥道具街连接着刚才的上野和浅草，是一条以餐饮用品为主题的商业街。这条街最早形成于20世纪初，最开始是为东京周边的餐饮店以及料理从业者提供集中采购的地方。而到现在，随着游客的增多，河语桥道具街也逐渐成为了游客了解日本餐饮文化的一个窗口。在东京旅行的第8天，上午去了位于东京石田谷区的豪德寺，这里被认为是日本招财猫文化的发源地。豪德寺是一座佛教寺庙，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江户时代。豪德寺内最有辨识度的区域就是这片摆放了大量招财猫的奉纳区。这些大小不一的招财猫是前来参拜的人在许愿之后留在这里的，象征着对心愿的实现和守护。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在这里参拜许愿，并留下属于自己的那只招财猫。看到这么多的招财猫，就不自觉地联想到，在人们离开之后，会不会在某个时刻想起来，在千里甚至万里之外，还有一只当时留下的猫，替自己守护着曾经的那个愿望。又会不会在未来的某一天，再次回到这里，来看一看曾经带着心愿留在这里的那一只招财猫呢？下午约了朋友在东极 Plaza 这里碰面，然后在附近逛一逛街，到了晚上再去涩谷那边。朋友还推荐了一家糖果店叫 Number Sugar， 打算一会儿去买一盒。
东极 Plaza 是日本东极集团旗下的城市商业综合体，也是分布在东京市区的核心商圈。到了傍晚，和朋友来到了涩谷。涩谷位于东京的西南部，是东京最重要的副都心之一。这里也是潮流文化和多元文化高度集中的区域。抬头看向涩谷的这片天空，在这个被高密度楼宇环绕的区域，城市的霓虹光景和穿梭的人流让这里显得更加繁忙。而今天的涩谷上空透着粉红色的晚霞，让这片本就充满活力的区域显得更加梦幻。这里最具有代表性的地标就是涩谷十字路口，被称为世界上最繁忙的路口，也是东京城市形象的象征之一。现在这个路口就在面前，接下来我也会随着人群穿过这个十字路口，与世界各地的人短暂地擦肩而过。The next station is Shibuya. The next station is Shibuya.从最繁忙的十字路口走过来之后，来到了附近的一栋写字楼。这个楼上有一家星巴克，过来喝点东西，顺便休息一下。在这一层的观景台上，还可以俯瞰涩谷的夜景。在东京，很多咖啡馆都会有时间限制，一般是1到2个小时。如果想停留更久，可能就需要续费。不过这家星巴克没有这样的规定，只是我目前也不太确定，在东京是否所有的星巴克都没有时间限制。
在东京的第9天，来到了东京大学。东京大学位于东京的文京区，是日本最悠久、最具有代表性的大学。它成立于1877年。这次来的是东京大学的本乡校区。因为日本国立大学的经费来源很大一部分来自公共财政，所以东京大学一直是对外开放的。日本的国立大学也被视为公共教育的研究机构。校园并不被严格定义为只服务于在校师生的封闭空间，只要在不影响教学研究和安全的前提下，校园对于公众开放也被视为公共资源的共享。东京大学的本乡校区和文京区的城市空间是高度融合的，本身就设计成了开放的校园结构，并没有明确的围墙或者封闭的边界，但这也不意味着所有的区域都可以进入，教学楼和实验室等核心区域依然会受到限制。其实，在国内，大学校园也曾对公众长期开放过。从高中毕业开始，我每去一个地方旅行，只要时间允许，都会去当地的大学逛一逛。但这样的情况基本停留在了2020年之前。如今的校园在进出方面多多少少会有些限制。走在东京大学的校园里面，心里难免会产生一种怀念，怀念曾经那个大学校园可以自由进出的年代。在校园里发现了一家星巴克，正好也逛得有点累了，就进去喝了杯咖啡。店里有个视野不错的靠窗位置，可以一边喝咖啡一边看着窗外的校园。想起自己还在学生时代的时候，校园里其实有很多适合安静独处的空间，只是那时候总是静不下心来。如今告别了学业生涯，反而开始珍惜这种安静的片刻。今天是在东京的第10天，也是这趟旅程的最后一天。上午去朋友的学校那边等他放学，中午一起吃了饭，喝了杯咖啡，下午就要前往机场了。虽然玩到最后几天，身体确实有点疲惫，但真的要离开这座城市的时候，心里还是会有点意犹未尽。以前出国旅游，大多数时候都是和朋友一起。这次虽然在日本也有朋友，但朋友因为有学业在身，大部分时间都是自己在玩，所以这回也勉强算是第一次在国外体验了一下 solo travel 的感觉。OK， 小伙伴们，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候，也希望能够在不久的将来，能够再次回到这个让人眷恋的城市。在视频的最后，在2025年的末尾，提前和大家说声新年快乐。